叔叔早安！早安！我们今天要挑战1天之内用 Swiss Pass 跟 Euro Pass 往返2个经典的瑞士城市。现在是一个，但是我们会去另外一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2个城市一日游，超厉害！因为它只有1个小时就到了哦。我们到月台了，今天不是坐高铁，但今天坐的是双层火车。这台火车是开往日内瓦机场的。我好喜欢瑞士哦，它到处的海报都超级有设计感的，很喜欢。我们现在要找1号车厢，但是1号车厢通常都在很前面，我们要走很远。到了，就说哎，这个坏掉了，门坏掉会有这个黄色的 logo， 所以上次是外面的人看到门坏掉了，跟我们说。我们要上2楼了。哇，好像要去坐 A380哦。而且因为一大早的关系，所以都是上班族，很容易坐满。对，大家都要打电脑，都是上班人士。所以如果你要坐8点，你有女没有定位的话，要早点来，要非常早来。而且我发现他们有的是直接坐着对就开始在开会之类的。我们只有到6月11号的天凌晨的早上5点，所以我们只好补了3程票，而且还是头等舱的票。你知道1个人要多少钱吗？70块法。而且我刚刚还傻傻的说，我猜应该70块吧，一个人大概35吧，结果是2倍。所以我们回程一定要选2等舱坐，2等舱都要30几块。叔叔现在是厌世脸了，但是小蔡他们就很开心啊，他们是用 Euro Pass， 他们买的天数比较高。不过这也很好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就是提醒大家说，一定要记得注意看那个 Pass 上面的时间。那他的看法是这样：6月反过来哦，这个前面是日，这个是月。6月5号的12点，然后一直到6月11号早上的5点。叔叔回到了怀念的伯恩了。对啊，我们的火车会继续开往日内瓦机场，然后左边的会去巴塞尔。哇，怀念的伯恩到了，伯恩车站。欢迎来到瑞士的首府。第一次来。如果有长期多年来追踪我们的粉丝或是观众，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是第2次来伯恩了。这次带了阿嘎跟小蔡，人类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带他们去看一个伯恩非常有名的一个喷泉，但是那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恐怖，这是很恐怖的喷泉。其实我就觉得蛮恐怖。上面的画，而且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晚上，所以看到的时候更恐怖。你们要仔细看上面那个温泉哦，是一个人在吃小孩，然后他身上还挂着其他的小孩。有一个说法是说，是警告小朋友不要顽皮捣蛋。如果你顽皮捣蛋的话，你就会被吃掉。就是在台湾是虎姑婆的概念。对，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是，他是伯恩建成的7人之一的兄弟，因为嫉妒而化身为吃小孩的怪物。你们现在走在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哦，走在好几百年的砖上。对，
就是就是几世纪前的人走的路，就是你现在走的路。你看前面很老吧？对，他以前都是走马车哦，超酷的。而且这次的国旗也弄得太美了吧？上次有那么多国旗吗？好像没有那么多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上次有个遗憾，就是没有去到爱因斯坦的故居。对。Now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same time. So this mind-blowing spectacle you can get for free every hour. 叔叔，你学这只熊熊的站姿，守卫伯恩城。我们现在去我们上次没有去的爱因斯坦咖啡。那因为我们一开始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，挂着爱因斯坦招牌而已。爱因斯坦故居的咖啡厅到了 ，Let's go。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这样真的很不爱因斯坦的。对呀、现在故居是在楼上的意思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爱因斯坦故居。哦，原来故居在这里。是吗？可是我也不是很晓得哎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叔叔，去作家了啦！才是 Einstein， 这个才是 Einstein 咖啡 and Bell。我们所以车我刚刚还花了那么多钱买这样的巧克力。我来这边吐舌头一次。叔叔，我还摸那个墙壁，说是爱因斯坦墙炫，在这里啦！哦哟，整个喝错哎。真的还要保留，就是应该是当时他家的墙壁吧。店家还有招待我们饼干呢，怎么那么好？点的这些东西，4杯咖啡，一个蟑螂巧克力。我要来把蟑螂开肠破肚。哦，牛奶巧克力。我看中风版长什么样子？中风。然后这是正常版。牛脑在模拟动脑好吗？刚刚那个是怎么样？刚刚那是反的，是一个E开头而已。你看这里才有爱因斯坦的 logo 啊，然后这场上他才要买票啊。那我们很夸张哎，我们就是不是爱因斯坦，所以我们才笨到喝错店。头脑的脑袋的。叔叔，我们刚喝的这么开心，又喝错然了。后我们还在人家门口那边拍爱因斯坦。对，还有一个关于一个用户走出来说，干嘛在我这边拍爱因斯坦？我们来到了熊公园了，下面只有看到人啊，这还看不到了。我们那次来看，好像有看到一只，对不对？所以来伯恩。不止吉祥物是熊，你还真的看得到熊哦！而且他从15世纪1500年开始，在这个城市就一直在养熊。来到伯恩，一定要来看看城市的象征——熊公园。传说伯恩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在建成那天捕捉到的第一只动物就是熊。看到熊熊了吗？好多人哦！熊呢？没有熊啊。熊呢？没看到熊哦。来去那边找看看熊好了。有看到熊吗？好像在看什么恐龙之类的哦。要用一只羊吸引它出来。我们已经走下来了，走下来看有没有熊。就是好像看不到熊哎，然后旁边就是河。现在在这里，边走还能边欣赏阿勒河畔的风景，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景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看到熊出来了，好大，它有突然哎，它突然就跑出来，然后在我面前，嗨，好幸运哦。 ，Hello，它走过来了。它下去喝水，下去喝水了，是吗？它好像刚冬眠起来，是不是？还是步伐有点站不太稳，很像黑糖哦。我们刚差几秒就看不到它了。它要走进去了。
我们真的看到熊熊了，好大只哦！是不是还是我们上一次看到那一只啊？希望是哦。就只有它而已吧？对，他说总共有3只，但是我们只有看到1只。对，而且就在我们要走的最后几秒，差一点就要回头了，就在我面前走出来，好近哦！我们来到了玫瑰公园的入口，要爬坡。这个坡我记得那时候爬上去，我觉得一直好喘。哦，连续上坡，好长哦！连续上坡到了，我都忘记那么长了。来到伯恩，可别错过老城旁的玫瑰公园。这里种了上百种玫瑰花，花季时整片花园都超梦幻。重点是今天好热哦，叔叔，我们在好漂亮的彩虹椅子哦。对啊，在那个 Rose Garden。上次好像没有彩虹椅子诶。在这里除了散步喝咖啡，还可以跟爱因斯坦雕像合照，留下特别的回忆。我们看到好多熊熊哦，我们至少看到3只，它总共只有3只哦。那我们全看到了。对耶，刚刚看到了，总共看到了3只熊熊，超可爱。我的手还在扯。回到伯恩老城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座伯恩大教堂。它是瑞士最大最重要的哥德式教堂，塔楼高达100公尺，是全瑞士最高的尖塔。正门的最后的审判雕刻和教堂内的彩绘玻璃，都展现了中世纪艺术的震撼和精致。吃完午餐要回去留声。你刚买的车票多少钱41块。 ？2等舱我们今天花了4000块来看熊熊诶。 ，4000台币吗？对，一个人。来回。对，学到教训了。我们刚刚在瑞士的伯恩，现在回到了瑞士的琉森。对，我们要看的是即将死去的狮子，琉森最有名的一只动物，垂死狮子像。好可怜哦。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以为要走一阵子它垂死了很久，但是还没死。好大哦！我以为它是1:1的狮子 size 很大只耶。现在我们来到琉森最著名的地标之一——垂死狮子像。这座雕刻在天然岩壁上，高约10公尺，长约6公尺，描绘着一头身受重伤、垂死的狮子，神情哀伤却依然高贵。它是为了纪念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守卫杜勒立功时壮烈牺牲的瑞士佣兵。站在这里，能够深刻感受历史的重量，以及狮子象征的勇敢与忠诚。我们终于到垂死的狮子像前面了，它比想象中大概在我心中大了5倍，因为我原本觉得它是一只1:1大的狮子，没想到它超大，这么远看还是很大，而且就算人那么多，其实还是蛮好拍的，因为沿着湖都还蛮有空间的。对，不像那个罗马那什么喷泉，特雷维喷泉真的太难拍了。但是我觉得它这是一个10分钟行程诶。不用10分钟吧，来看一看，拍个照5分钟可能就好了，对，就可以走了。好，那走城墙了。哦，真的哦。接着我们来到琉森另一个必访景点穆塞格城墙。这座城墙建于14世纪，是琉森中世纪城防系统的一部分。全长超过800公尺，至今仍保留着9座塔楼，其中有几座还能登上去参观。站在城墙上，不但能俯瞰整个琉森旧城和湖景，还能够感受中世纪古城的氛围。特别是那座依然运作的古老时钟塔，至今每天还会比城里其他钟楼早1分钟敲响，非常有趣。今天感觉应该穿中古世纪的装扮。城墙外面怎么是可爱动物区域？啊，这边有山猪。你不要看羊吗？羊在那啊！咩！哎呦，咩！咩！黑面羊。你是什么？你是马来貘羊吧？你。咩！咩！瑞士猫咪怎么这么的有亲和力呀？瑞士的路上的猫咪都这么的，这只猫也太漂亮了，友善呢。比就比漂亮多了。它毛好软哦，为什么这只毛是花色这么漂亮？哇，叔叔带我来了一家很厉害的店呢，这个装潢太酷了。menu 是
叠上电盘，沙拉你看有多大份？超大。超大份的，还有面包，然后这个酱超好吃的，面包蘸这个酱。刚刚那酱包怎么酱啊？真的很好吃。哇，超多的鸡腿、鸡翅，还有羊。我发现饭鸡，饭鸡上面的酱的调味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分量很多哎、其实。它只是小腿，它其实也不是那种大鸡腿，它是一个很原味，然后蘸那个灵魂酱汁，它没有什么调味，灵魂酱汁，蘸酱汁比较好吃吧？因为很奶，很奶，我是不习惯的。它干点酱，皮炸的很脆，好喜欢奶皮的，奶皮好吃。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。早上从留声出发到伯恩，虽然因为没有注意到 Sweet Travel Pass 的效期，不小心多花了一笔补票的费用，但还好在伯恩看到了很多熊，也去了玫瑰公园，又经过但也错过了爱因斯坦咖啡馆。下午回到留声后，参观了垂死狮子像和穆塞格城墙，最后再用一份在地有名的灵魂炸鸡为今天画下美好的句点。下一集我们即将启程前往苏黎世，也要迎来瑞士的最后一天，接着就要前往另一个国家哦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或是热推影片，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留言来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！ Running around in a gown and a crown, barefoot.